江先生，隐龙殿破例让我无点而当，我才得以成为这上京女王。天骄无以赎当，愿以自申婚。哈哈哈哈！今日我不想见血，只要你交出城东，大家不必兵戎相见。你想要什么？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你陪我一晚，把我伺候舒服了。放肆！尔等竟敢以下犯上！哎，说错了，是男上女下。当年要不是隐龙殿主力排众议，你以为就凭你一介女流之辈，能坐上这个位置，成为地下女王？哼，跟这个臭女人废什么话？直接上！如遇反抗者，一律格杀勿论。动手！隐龙殿非天下无双不坏，非举世之猛不收，非人间绝色不胜。金江算盘，你是江先生？30年前，韦家以半生自由做到，换委托增寿50载，何有此事？50年前，周家以9成财产做到，换江南王位，何有此事？若非尔等赎当之期未明，今日我定让尔等连本带利付出代价。请江先生饶命！江南王、叶天子，你们以下犯上已是死罪，若非上京，还需要尔等镇守定旨。今宵一旨，以儆效尤，尔等可服。谢江先生饶命。天骄愿以婚契换取一纸当票，从此侍奉江先生半旗左右。不用，侍奉倒不必了。我与叶家长女只附婚约，你替我备下聘礼，封叶家为东海第一豪门，赐金令，赏1000亿资产。3日后，我于东海之巅天下楼迎娶叶家长女，届时尔等务必亲到。叶家长女，我倒要看看叶家有什么本事，敢跟我徐天骄抢男人。备机前往东海。恭迎江先生驾临东海！恭迎江先生驾临东海！江先生，我已在天下楼摆下迎龙宴，为您接风洗尘。替我办件事。先生有事请吩咐。当年4大家族因善举被我师父看中，不惜违背隐龙殿规矩，破例为他们无点而当。从此4大家族一飞冲天。现如今赎当之日已到，立刻招令4大家族各方欠当之人，共赴天下楼赎当。违者一律灭族。叶家以婚约为当，换。你是来相亲的？勉强算是吧。好。那我就长话短说，虽然你长得不错，但是我的要求很高，你还达不到我的要求。我与他们不同，我手中的婚书乃是……什么婚书？别胡说八道！我见过的人很多，但是敢讹我一寒的，你还是第一人。你不是叶璇？你找我姐？你叫什么名字？江家，江北。姐夫？听说你们叶家在20年前与人签下一份当起婚约，不知是真是假？确有此事，但这都是陈年往事，
不作数了。周少，当年叶家走投无路，我爷爷病急乱投医，被一位老神棍所骗，让其以婚约为当，说什么只有这样才能让叶家起死回生，简直可笑至极。雪儿啊，说的对，我们家老爷子是被人哄的，才签了个婚约。这如今老爷子也不在了，这个什么狗屁婚约啊，那就是一张废纸。白纸黑字，血约荡气。如今却成了尔等嘴中的废纸。你是什么人，敢擅闯我叶家？妈，他是姐夫，江家江北，他手里还有爷爷签订的当契婚书。你闭嘴！你就是那个该死的江家遗子。20年前，叶家以婚约为当，换一世父母，如今是想要毁当不成？走，我不知道什么当契婚书。小子，叶小姐这种天之娇女，只有我这种上京才俊、江南王嫡子才配得上。岂是你这种废物可以染指？你要有自知之明，立马给我滚，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不客气。对，赶紧滚！当年叶家走投无路，万般恳求家师，才换来这份当契婚书，才换来叶家从此蒸蒸日上，一跃成为世间豪门。现如今，尔等就要背信弃义，难道就不怕我现在收回叶家的一切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扬言收回我叶家的一切？哼！哎，叶小姐，不要为了这种人气坏身体，不至于。他既然不走，不就是为了钱吗？我们给他。哼！废物，看好了，这是500万，拿着钱给本少爷滚！用钱打发我，真当我这当契是废纸啊？江北是吧？我劝你啊，见好就收。500万，够你这样的废物一辈子用的，哼！否则你1分钱也拿不到。来人，住手！姐，爷爷临终之前曾经说过，当契婚书天地可见，若是毁当，我们叶家必将遭受报应啊！你这个赔钱货在胡说什么？我发现你现在啊，这胳膊肘往外拐，你是见不得咱叶家好，见不得你姐好，是不是？姐，爷爷生前最喜欢你，你怎么能违反他老人家的遗言呢？赔钱货，遗言，你就知道遗言。姐，叶寒还年轻，受人蒙骗在所难免。3日后，东海都督萧玉将摆下盛宴，不仅权贵如云，就连大夏国第一女战神也会亲自过来。而且，我爸还为了那位大人物献上上古引龙之主镇守大夏国气运的引龙佩剑。有我们周家在，叶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血气当票，日月共鉴，若有违之，天地共弃。叶家毁约，3日后收回叶家的一切。啊！姐夫，爷爷说的都是真的。姐夫，不，江先生，我爷爷曾经说过，无论如何，我们叶家的婚约都要进行。我姐姐若是不嫁，我嫁。行啊，你要是想嫁给这个没权没势的江家遗子，我可不管。叶寒，你给我滚回来！你今天要是敢跟他走，以后别说是我女儿。妈，这一次就让我做决定吧。你真准备替叶家完成约定，嫁给我？我爷爷说过，如果我们不履行婚约，我们叶家必定遭遇大祸。不过我看你也没有让我们叶家遭祸的能力，我只不过是想完成爷爷的心愿罢了。是吗？
江先生，迎龙宴已经备好了。萧都督，东西都带来了吗？啊，这些人的档期该还了。明日，你随我一起去参加迎龙宴。周少是江南王嫡子，和叶小姐可谓是珠联璧合，天生的一对呀、诸位叔伯，客气。当年要不是我爷爷定下的血契婚书，我和周少早应该就在一起了。哎呀，这档期嘛，我等四大家族皆有，只不过是图一乐子罢了，不用那么认真的。区区一张血契等票，就要把家产白白分出去7成，凭什么？不错，今日我等见萧都督结识上那位大人，我们就是部属的，还有能拿我们怎么样？叶寒，你好歹也是叶家二小姐，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跟这个江家遗子胡闹呢？我没胡闹，姐，江北他可是个……闭嘴！江北，叶寒年纪小，不懂事，我警告你，给我离他远一点。还有，最好收起那点小心思，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自作多情。你，哎，璇儿，今天是我们俩订婚的日子，不要为了这种废物而生气。我说，你还真敢不怕死吗？让开，别挡我参加宴会。哼，就凭你也配？今天来参加宴会的，哪位不是非富即贵？哪位又不是东海才俊？像你这种废物，有什么资格参加迎龙宴会？那你可知，这迎龙宴若是没有我，还能叫迎龙宴吗？你的意思是说，萧玉都督说的那位大人物就是你了？你还真是大言不惭，为了娶我，什么都能说得出口。姐，江北他真的是大人物。闭嘴！什么时候了，你还跟着他胡闹？是不是要丢尽叶家的脸面你才高兴？姐，他真的是大人物，我亲眼看见。你听到了吗？刚才叶家二小姐说什么？他说那小子是大人物。叶寒，警告你，不要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姐，你就相信我一次，我们要是得罪江北，我们叶家必遭大祸。闭嘴！璇儿，迎龙宴在即，务必给大人物留下一个好印象。小子，本少爷现在没空理你，识相赶紧给我滚，否则死！就你也配？哪里来的小子，敢在此闹事？滚出去！年轻人，这不是你能随便撒野的地方，不想死赶紧滚！若是坏了萧都督举办的迎龙宴，得罪了大人物，你就是有10条命都不够死的。20年前有人赐你等富贵，是让你们以下犯上的吗？我赵家愿以全族为奴做当，换赵家100年鸿运齐天。严家愿以全族自由做当，换取严家100年万贯家财。杨家愿以全族寿命做当，换杨家100年绝世武道。当期签下，天地可见，如若毁当，必将加倍偿还。尔等可想清楚了？我等愿意。放屁！我不记得什么档期，如今我赵家有这样的规模，全是我赵岩的努力。没错，简直是一派胡言。什么档期已成，天地可见，全是狗屁。一句话叫我等付出半生拥有的财富名望，凭什么？这凭着血气盗票，凭着毁荡天罚还不够吗？给我闭嘴！一口一个荡气血约，一口一个毁荡天罚，你以为你是谁呀？周少所言极是，什么荡气血约，什么毁荡天罚，我看就是你满嘴胡言，装神弄鬼。
没错，就凭你也想妄谈收回我们一切，真是可笑！大言不惭，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好言难劝，该死鬼！若非当初尔等以全族典当，如今又怎么能飞黄腾达，如日中天？尔等不尽血气！今日我宣布，尔等于3日之后以全部家财典当，否则后果自负。全部身家属当？难道毁当真有天罚？什么毁当天罚？装神弄鬼，不就是打个雷吗？我说，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啊，原来如此。我说嘛，哪有这么玄乎？大兴之日，竟然让这只苍蝇毁了我等心境。跟这种骗子有什么好废话的？冲出去！哼，废物！你竟敢同时惹怒4大家族，今后要你在东海寸步难行，就连要饭都没地方去要。哼，寸步难行，就你也配？来人！我倒要看看这个废物的骨头硬，还是他的嘴更硬。给我废了他一只手！我看谁敢！放肆！尔等可知他是谁？江先生，萧玉来迟了，请罪。江先生，萧玉竟然说这废物是江先生，不可能，这可是萧都督，他竟然给江北行礼。狂妄之徒会有如此底气，难道是因为萧都督？放肆！你们这帮蠢货，还不滚过来，请江先生赎罪！我等无力，还请江先生恕罪。恕罪？尔等刚刚要杀我的时候，可没有现在感觉。狂妄！我等只不过是给萧都督个面子，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竟扬言要断我等生路，无知狂妄！我等世家乃是东海根本，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让我等自裁？哼，小子，我是江南王嫡子，你竟然让我自裁，你是蠢到了什么地步？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尔等找死，神仙难救啊！听见了吧？萧伯父也保不了你了。哼，小子，今天我要让你死无全尸。我今天要你死无全尸。你敢打我？给我杀了他！我看谁敢！萧玉，我爸可是江南王。住嘴！在江先生面前，江南王算什么东西？萧玉，我尊你声伯父，那是给你面子。你今天竟然为了这个废物打我，我要让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代价？护卫！萧玉，迎龙宴在即，你偏袒此废物，亵渎大人物，到时被大人物知晓的话，便是死罪。那你知不知道，这迎龙宴迎的便是饮龙殿的新任店主？萧玉，我看你是鬼迷心窍，让开，把这小子交出来，要不然我跟你不客气。江南王到！啊！哼，我爸来了，你们等死吧！爸，你来的正好，这里有人要杀我。这东海有人敢动我江南王的儿子，是求死不成？周汉东，这江先生，周汉东，你还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废物！我爸的名字也是你叫的。住嘴！爸，我
江南王周汉东拜见江先生。江先生，江先生，江南王竟然称他为江先生。江南王，您是不是搞错了？爸，他就是一个江家野子。赶紧跪下！我不跪，我凭什么要给一个遗子下跪？爸，你是不是糊涂了？不是你爸糊涂，而是他没有你蠢。废！你说什么？我杀了你！逆子，逆子！周少，你给我闭嘴！赶紧过来，给江先生磕头道歉。江先生，我教导无方，还望江先生念在我老年得子不容易，饶这逆子一命。我不！你哼，废物！不要以为你有些小伎俩就可以骗了我爸，当真就以为你在这宴会上就成了主角？我告诉你，迎龙宴在即，凡是冒充诋毁引龙店主者，皆死！逆子，你胡说些什么？赶紧给江先生磕头认错！爸，我没胡说，他就是一个遗子，凭什么？说够了没有？没有，爸，我看你分明就是老眼昏花，认贼作父。逆子，逆子！爸，今天我就做逆子了。来人，给我拿下这个逆子！你们都愣着干什么？爸，你老了，该退位了。来人，给我拿下！哼，是，我看谁敢！江先生，江北，我没事儿。你就这么肯定我不是店主的？你要是店主，那我就是店主的祖宗。你个不长眼的，胡说什么？萧玉，我看你才不长眼！迎龙宴在即，你身为都督，竟然不以身作则维护秩序，还公然的维护这个遗子，是何居心？难不成想谋害店主？逆子，够了！难道你还想害死周家吗？爸，害死周家的是你，你宁愿相信一个遗子，也不愿相信你的儿子。诸位，迎龙宴在即，而萧都督和江南王被此遗子蛊惑蒙蔽，如若此事被店主知晓，敢问你们有谁可以承受住店主的怒火呢？周少说的没错，店主的怒火不是我等能承受的。我赵家在此发誓，今日若不诛杀此子，誓不罢休。我严家也誓不罢休，我杨家也誓不罢休，海城张家誓不罢休，宛城陈家誓不罢休。我等愿意诛杀此子，以保迎龙宴顺利进行。蠢货！你若是早早答应了退婚，或许还能全身而退。而现在，你居然敢冒充店主，你必死无疑！必死无疑，你们也配。不过你有句话说得很对，我的怒火是尔等绝对承受不了的。废物，就你也不撒泡尿，自己好好照照自己什么德行？你冒充店主还敢妄议怒火，可笑！你触怒神威，你罪该万死！周汉东，江先生，这孽障胆大包天，竟敢冒犯您的神威，我今日便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从此逐出周家。江先生，请对周家慎于众人，网开一面。我周汉东愿以王位为当。孽障，我今日就亲自废了你！王令怎么会在你手里？好啊，原来你这个孽障早就盼着我死了，是不是？江南王王令认令不认人，我看谁敢动手！别动！废物，该你了。我看谁敢！
今日你们若敢动江先生一根汗毛，一律格杀勿论。周晨，你今日是不是执意找死？萧月，我看找死的是你吧。我尊你一声伯父，是看你东海都督的面子上，不是让你在这儿倚老卖老的借口。上！萧月，你这是在拿他们的命开玩笑。王令在此，还不退下？你手里的江南王令可命令不了我的人了。哼，是吗？别动！别动！你们，萧月，你别忘，江南王令代表的是谁？他代表是帝都尊上。难道你要让他们跟你一样背上诋毁店主、造反的罪名吗？废物！你不是自称店主吗？你不是仗着萧玉给你撑腰吗？现在怎么不说话，变成哑巴了？笑话！江北一生行事，何须让人撑腰？死鸭子嘴硬！周少，你就别跟他废话，不如直接弄死算了，要不然被店主看见，我们俩都吃不了兜着走。难道江北的店主身份真是冒充的？弄死你们也配？大言不惭，死不足惜！动手，弄死他！江家遗子，去死吧！江家遗子，去死吧！嘿，哈，哈哈，嘿，哼，杨家若不是当年换道百年绝世武道，不然以你这三脚猫功夫，能一跃成为武道大亨吗？你放屁！我杨家成为武道大亨，都是我杨仓努力的结果。努力？你们杨家还不配玷污这两个字。这杨家主可是东海的武道大亨啊，为什么？该不会这小子背地里买通这里的服务员，给杨家主下毒吧？不会吧？这样是这样的事儿啊！江家遗子，你竟然给杨家主下毒！下毒？是你该死！难怪老杨堂堂一个武道大亨，竟然不是这家伙的对手。无药可救，无药可救的是你！动手！看你们谁敢动江先生！动手！今日谁要是阻止我杀这个遗子，便与谋反同罪，理应处斩。就连我爸也绝不例外。除非我死，若是有谁敢对江先生不敬，我江南王一律动手镇杀。周伯父，他真的只是一个江家遗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店主。住嘴！爸，你干什么？璇儿可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不要叫我爸，我不是你爸，你才是我爸，行了吧？都是因为你，我爸才被猪油蒙了心。你简直死不足惜！江先生，吉时已到，请取剑。你要干什么？取剑？就凭你，也配燃脂引龙剑？你又怎么知道我不配？你站住！你不配！萧玉，你好大的胆子！你竟然纵容这个遗子去触碰引龙剑！你给我闭嘴！江南王，吉时已到，东海都督萧玉恭请江先生取剑。江南王周汉东恭请江先生取剑。取剑？取剑？这是不是取剑？不，他不配！他一个江家遗子，凭什么取剑？鼠目寸光。江北不要仗着自己会一点武功，就可以在迎龙印上肆意妄为了吗？引龙剑镇守大夏国运，非无双者不可触碰，非引龙殿主不可拔出。你区区一个江家银子，怎么敢呀？剑是我的，我有何不敢？有何不敢？
你完蛋！现在不用我们出手，你惹怒了引龙剑，那便是死，神仙也难救。江北，你赶紧走吧，一会儿等店主来了，你就没命了。走哪里？你不是挺能装的吗？姐，江北他不是……闭嘴！废物！现在知道怕了想走，我告诉你，太迟了。是吗？你这个废物就不要强撑了。如果你现在跪下来求我，说不定我会在店主面前替你求个情，给你留个全尸。留个全尸，还真是蠢得堪忧啊！剑怒也好，淫也罢，都只不过是他欢迎我的方式而已。废物！我没听错吧？你竟然说剑怒龙吟是欢迎你？江北，你还真是病得不轻啊！麻烦去看看脑子好不好？引龙剑是上阵店主的贴身佩剑，那是无上的尊贵。而你一个江家的遗子，何德何能说他在欢迎你啊？本来以为你有些手段，但是这脑子却不好使了。这年头做梦都做不明白，还敢大言不惭说引龙剑是在欢迎你这种屁话。爸，小雨，现在你们还相信这个废物是店主吗？以下犯上，当主！当主！江北，废物！现在连我爸和萧雨都要诛杀你，你现在拿什么和我斗？江北，乖乖束手就擒吧，至少还可以给你留个全尸，否则就会将你大卸八块呀！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江北，你都听到了吧？还不赶紧跪下，给周少磕头认错，要不然你连全尸都没有了。住嘴！死到临头了还执迷不悟，冒犯了江先生，当主的是你们。爸，萧玉，执迷不悟的是你们，不是我们。住嘴！周汉东，该住嘴的是你。我为了周家的未来，难道有错吗？为什么你宁愿相信这个江家遗子，也不要相信我？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他是江先生。江先生，萧玉，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给我看看这个废物，算哪门子江先生？他就是江家的一个遗子而已。江北，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你难道还要像一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众人的后面，让他们替你去死吗？今天你要还是个男人，就自裁谢罪吧。哼！怎么会这样？这是引龙剑护主，难道他真的是引龙店主？刚刚是引龙剑在护主，引龙剑护主，岂不是这个废物？他的身份是……不，绝对不可能！这一子怎么可能是引龙店主？尔等还不贵见新任隐门之主，更待何时？叶天子到。是谁啊？好大的胆子，竟敢引起引龙剑颤抖！叶天子，你来的正好，帮我拿下这个逆子。江南王，放心，今日凡是对店主不敬之人，一个都别想逃出去。难道这个废物真的是店主？好小子，你竟敢和徐天骄将我玩弄于股掌，还敢冒充店主，你就是死10000次也不足惜啊！叶天子，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混球是徐天骄派来吓唬我们的，我已经私下找人打探清楚了，要不然就让他蒙混过关了。不可能，叶天子，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可引龙殿非店主不护，小子，你还有什么话说？叶天子，
你觉得我需要说些什么？不知所谓，竟敢冒充店主，今日我这断指之仇也一并给你清算。叶天子，你要干什么？难道你忘了荡气了吗？江南王，此次胆大包天，连店主都敢冒充，区区一张荡气，还不是轻而易举吗？这不可能！江南王，有什么不可能的？荡气他只是提过，并没有拿出来。我们两家的荡气在上京人尽皆知，只要一打听便能知晓。难道你忘了当日的断指之气吗？断指算什么气？当初本就是我们以下犯上在先，江先生只是就地惩处罢了。惩处？周汉东，你好歹也是个上京江南王，他只不过是一个遗子而已，一个废物而已，你怕他干什么？那是因为他比你们都要识时务。哼，叶天子，此子仗着自己有点小伎俩，3番5次公然冒充店主，竟然还染指引龙剑。今日晚辈周禅恳请出手镇杀此子。我东海赵家恳请叶天子镇杀此子。我东海严家恳请镇杀此子。宛城戴家恳请镇杀此子。荣城马家恳求镇杀此子。镇杀此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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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敢冒充店主，还想染指引龙剑，今日你就该被当地镇杀！废物，别以为你骗过了引龙剑就真的是引龙店主，现在一样得死！江家一子，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是假的吗？什么是真，什么又是假？江北，别装了，叶天子在此镇压，今日你在劫难逃。叶天子统领的是大名鼎鼎的叶行卫，只要他敢出手，此子插翅难飞。插翅难飞！哼！江北，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护着他？臭丫头，你还不明白吗？他就是个骗子，是个只会冒充别人的废物。叶寒，难道你要真的害死叶家才肯罢休吗？姐，我没有要害死叶家，够！放开！废物，你敢动手，你也……废物，放开我，不然我杀了你！你若再不闭嘴，我现在就杀了你！你要杀谁？叶天子，你疯了！江先生，真的是应龙。江南王，我看你才疯了！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他便是从帝都苏家手里活下来的一个江家遗子。妈的，我们差点被这个遗子给唬住了！要不是叶天子大人早就准备识破了这个遗子的把戏，我们就被他给骗了。江家遗子，你完了！动手！动手！谁敢？江南王，你是糊涂了吗？这个时候了，还想帮这个遗子？叶天子，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叶天子，我爸是被猪油蒙了心，别管他，废！我看现在谁还来帮你？帮？你可知这是何物？这是党气。30年前，韦家以自由换道换取委托50年寿，就是让你好坏不分，让你以下犯上，让你对我不敬的吗？放屁！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什么档期，别在这里亲口刺王！来人，给我把他拿下！若敢违抗，格杀勿论！谁若出手，死！谁若出手，死！放肆！你敢对我住嘴！不知死活的东西！我刚刚听到蛟龙嘶吼的声音吗？这怎么会？刚才一定是这个江家遗子搞的鬼。呸！江家遗子，
你竟敢装神弄鬼！是吗？韦家以下犯上，伪当在先，即刻还当，连本带息，韦家世代为奴，及委托全部受命还当。什么？我离开前，老爷子的身体不是好好的吗？怎么说没就没了？为什么？为什么？都是你这个江家遗子！快给我杀了他！快给我杀了他！上京女王徐天骄到。韦俊明滥用职权，祸害一方，以下犯上，按我大夏律革职。上京女王徐天骄拜见江先生。革职？不，我不要，我韦家乃世袭罔替叶天子，凭什么你一句话就革我的职？我要见帝都孙尚。遵上口令，徐天骄持守龙剑护卫大夏，有先斩后奏之权。周臣不敬店主，论罪当诛。不要！来人，带下去！爸，救我！爸，救我！救我呀！爸，作孽！救我！不可活！救我！救我！江先生，我赵家有罪，恳请江先生饶命啊！江先生，严家有罪，请江先生高抬贵手，饶命！我杨家有罪，请江先生高抬贵手，饶命！是了。江先生，我们也是受了周臣的蛊惑，才会有眼不识真神，才会冒犯您呐。江先生，我们知道错了，事已至此，我赵岩愿意自裁谢罪，并拿出全部家当，还请江先生放过我赵家的后辈呀！江先生，我也愿意自裁，付上全部家产，求江先生饶过严家后辈。我杨家也愿意。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反悔。我们现在就举行婚礼吧。举行婚礼？谁说要跟你举行婚礼了？江北，20年前是我叶家以婚约为道，我们现在不应该举行婚礼吗？是啊，其实呢，叶小姐之前一直在考验你，现在你通过考验了，我觉得你们应该立刻结婚啊！是，就由徐战神做你们的证婚人呢。对，周伯父说的对，就让徐战神当我们的证婚人。就孽配江先生，你们还真是无耻到家了，就连考验我这种厚颜无耻的话都说得出来。江北，你还是个男人吗？这样计较下去有意思吗？计较？实话告诉你，自从叶家当初执意毁当的那一刻开始，东海就再也没有叶家的立足之地。同样，你们也是一样。江北，你难道真的要置叶家于死地？真的要置4大家族于死地吗？不是我要置你于死地，究其原因都是你自找的，活该！魏当先，惊雷起，天罚至，尔等都准备好了吗？天罚！你够了，江北！既然早就有了这个女人给你撑腰，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装神弄鬼？为什么还要死抓着我们几个家族不放？你要是早点承认你这么厉害，我就不会给你退婚。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怪我？你们还真是敢说！江北，
你到底要怎么样？怎么样？待会儿你就知道。喂，什么？我这家破产了！叶小姐破产了。江北，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是不是？我赵家任打任罚，你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难道你真的就不能给我们严家小辈一条生路吗？江先生，难道你真要让四大家族与你不死不休，才罢少吗？尔等螳臂当车，以卵击石，还敢说什么与我不死不休的蠢话？若非尔等当日悔道，怎么会有这一日？毕竟血气天罚，岂是说说而已。杀神到！好大的口气，张口闭口天罚。杀神大人到了，我们有救了！没错，杀神乃是凌驾女王之上，而且还是店主的战将，什么狗屁天罚，老子才不信呢！一个只会靠女人的废物，恭维了他几句，竟然把自己当成了人物了，竟然还妄想让我等彻底于东海消失！许天骄，你好大的胆子！你贵为上京女王，竟然插手上京之外的事！敢问杀神大人，何为上京之外？莫不是这东海不属于大夏之境？又或者说，尊上不配统辖这东海？你说什么？我看你分明就是在诡辩，胡搅蛮缠。刚才野龙剑的颤动是你引起的？野龙剑乃上代引龙殿主，为守护大夏国运而留在此地，如今因你而颤动，该当何罪？杀神大人，这个废物不仅让引龙剑连番颤动，还在萧都督、江南王二人的庇护之下，扬言说自己就是店主，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把剑是他的。杀神大人，叶小姐说的都是真的，我赵家可以作证，我严家也可以作证，杨家也能证明。这里有你们说话的份吗？给我退下去！许天骄，真以为这里是你的上京，是你的一言堂吗？杀神大人，许天骄不惜滥用职权对我打压，而且还光明正大维护这个小白脸，他甚至不惜尊上给他的权利。什么？许天骄，你好大的胆子！你难道不准备一个解释吗？他为我办事，需要给你解释些什么？江先生，什么？你尊称他为江先生，有问题吗？江先生之才犹如鲲鹏展翅，一去9万里。我称他为先生，有何不可？有何不可？我看你分明是恬不知耻。还有你，让堂堂上京女王尊称你为先生。今天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何能耐，能让战神以你为尊。许天骄，待我收拾了这大胆狂徒，再来向你问罪。杀神，我再重申一遍，江先生之才堪比9天鲲鹏，你若是执意对他不敬，休怪我对你不敬。许天骄，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本杀神以剑相向！难道你也要大逆不道，以下犯上吗？杀神，你我同级，何谓以下犯上？何况在我这里的上，只有帝都尊上以及江先生。你说什么？许天骄，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不是还要一错再错？许天骄，你还真是蠢，竟然为了这么一个小白脸，就敢顶撞杀神大人！杀神大人，许天骄执迷不悟，按照大夏律法当诛。杀神大人，叶天子说的没错，他论罪当诛。贱人，还敢打我！就算你是女王，那又怎样？今日得罪杀神，你一样要被诛杀，就连他一样逃不掉。许天骄，你过了！杀神，我教训人，奉劝你别多管闲事。多管闲事？今天这闲事
我管定了。上山大人，这一切都是误会。其实江燕他是真的引龙。够了，江南王，杀神大人在此办事，你插嘴是何居心？叶天子，别血口喷人啊！你不知道江先生是谁吗？谁呀？只不过是一个江家的遗子，徐天骄的小白脸罢了。难不成他还是店主啊？伪居民，引龙当铺啊！引龙当铺，不就是个破当铺吗？引龙当铺，引龙剑，难道江南王，你该不会把他一个破当铺当做了引龙之主吧？你知不知道，杀神大人曾经可是店主的手下战将？杀神大人，在下奉劝您三思而行。江南王，你什么意思？本杀神做事，还要你来教不成？退下！江南王，难道你也要以下犯上，违背本杀神？卑职不敢，卑职只是不想杀神大人一错再错，所以恳请杀神大人。够了，退下，否则死！退下，否则死！好，既然你执迷不悟，那本杀神就成全你。打我，活该！杀神大人威武！杀神大人威武！杀神大人，他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因为女王就是被这个没脸没皮的废物所蒙骗的。蛊惑女王，你罪无可恕，触碰引龙剑，你更加该死。是吗？小白脸，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故作镇定呢？给你一个自裁的机会，怎么样？你还不配让我自裁。去死吧！既然你这么喜欢自裁，那你就先自裁吧。难道叶天子就这么死了？废物！你对叶天子都做了什么？该死！你居然敢对叶天子下死手！他都让我自裁了，难道我还让他不死吗？你废物！我要让你生不如死！废物！去死吧！废物！我要让你生不如死！之后他还伤不动。废物！去死吧！能让引龙剑颤抖的只有引龙殿主，不是，莫非是大夏国运？你好大的胆子！引龙剑非引龙殿主不可触碰，你现在为了窃取大夏国运，竟敢三番五次的引起剑怒龙吟！我早就说了，他根本不是什么引龙殿主，没想到不是也就算了，他竟然是一个暗中想对引龙剑动手、窃取国运的大逆之徒。没错，窃取大夏国运，管他是谁，反正人人要得而诛之。哼，你个废物，简直胆大包天，竟敢窃取国运！死丫头，听到了吗？
还不赶紧跟这个废物撇清关系？还愣着干什么？我不，江先生才不会窃取大夏国运。没错，江先生绝对不会是窃取大夏国运之人。上山大人，我等愿用性命为江先生作保，他绝对不是窃取国运的恶徒。住嘴！退下！难道你们也想为了他丢上自己的性命不成？沙山大人，您既然贵为店主的战将，凭什么说他就不是店主？沙山大人，周汉东，请您三思。三思？你在教我做事？我等不敢。只是沙山大人，若是不问青红皂白，我萧玉就算死，也要护住江先生。对，我周汉东就算是死，也要护着江先生。沙山大人，萧玉奉劝您一句，若江先生真是店主，届时您又该如何收场？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我堂堂大夏杀神，就凭你们几个蝼蚁也配和我提奉劝？你窃取大夏国运者死，尔等若是再执迷不悟，那就一并跟他们去死吧！是吗？湘北，我们走吧。走？他今天必须死！我求求你们，江先生他都是开玩笑的，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您就放我们走吧。哎，别下跪！我江北还没有沦落到让女人下跪求饶的时候。可是……嘘，相信我。受死！死吧！呀！小心！搅乱者，死！好大的口气！找死！也配！进来！剑尽在后手，这怎么可能啊？你究竟是谁，竟能让野龙剑护主？江家，江北。你一个江家遗子，怎么会让野龙剑护主？野龙剑非野龙殿主不可拔出，除非你是野龙之主。去死吧！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我是大夏杀神！大夏杀神吗？你个废物，居然敢这样对我！你要是杀了我，你不仅要遭受大夏的追杀，就连他们都得因为你死，是吗？废物，你咋敢这样对我？是这样吗？江家一子，我奉劝你赶紧放了我。之前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一笔勾销，不然等我师父来了，想走都走不了。走？笑话！只要你放过我，我就告诉你个秘密。你还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要是我告诉你，你姐姐江心还活着呢。你说什么？我姐姐她还是要再活着。她在什么地方？当年国师意外得知你们江家的血脉可以供他修炼大夏的禁忌仙术，所以灭了江家满门的时候才得知，只有一人的血液可以供他修炼，那个人就是你的姐姐江心。司徒霸业，难道师傅说的背叛隐龙殿的罪人就是他？继续往下说。也是国师囚禁了你的姐姐整整20年，每天都抽她的鲜血供国师修炼仙术。20年！老贼！我与你势不两立！大夏国师司徒霸业到！你区区一个遗子，也配在本国师面前妄谈势不两立？哼！
可笑之极！国师，救我！废物！你敢出卖，要你何用？国师，你不能这样！区区一点小事都要我出马，利用你何用？进来！这怎么会？引龙剑不是非引龙殿主不可拔出吗？怎么会？难道是那老东西留下的封印还没有完全毁掉？可是锁龙链如今已经损毁。进来！进来！站住！找死！小心！小心！死的是你们！跑啊！老东西，整整放了我20年啊！这锁龙链一断，居然还放我！贼，受死吧！滚开！是。老东西，连这金蛟龙算盘都给了你，他，真该死啊！老贼，该死的人是你！当初你偷袭师父，背叛引龙殿，意图夺取引龙剑，便是大逆不道，天地难容。后来又害我江家满门，就算对你千刀万剐，难抵我心头之恨。这么说，你要斩我了？哼，试试看。不知死活！说是你，就是当年那个老东西，也没有把握说能杀我。如今我是宗师之境，先人之下我最强，就凭你也配？当然，今日你若乖乖交出金蛟龙算盘，我就饶你不死。不配！下，主要是我教会已经解决了，交出金蛟龙算盘，我饶你不死。说过，不配。说过，你不配。大大国主竟敢侮辱国师，看我不劈了你！江北，你还真是让人感到意外呀！没想到你竟达到了武者境，可惜呀，在我这里还是不够看呐！既然你不肯乖乖交出金蛟龙算，那么今日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宗师之下皆是蝼蚁。反正杀了你以后，金蛟龙算盘同样是我的。难道大侠的气运就要葬送于此了吗？江北，你一定不会有事的，我相信你。就算你是店主又能怎样？我是面前还不是废物一个？江北，如今国师已然达到宗师境界，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这个大侠，恐怕没有人能在国师手里面撑1分钟吧。国师实力真是恐怖如斯，废物还不赶紧束手就擒！别等国师要杀了你的时候再求饶，那可就晚了。废物就是废物，还是认不清现实。江北，准备好受死了吗？老贼，我今日定斩杀你！不知死活！
江北，江先生。你我之间的差距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俗话说，鸡蛋焉能碰石？江北，你还不认命吗？老贼，便由我不由天！找死！找死的是你，剑来！老贼，今日我就拿你的项上人头，匡扶大夏正道，血祭我江家120口在天之灵。就凭你一个区区武者境的废物也配？江北，就算你手里有引龙剑，可你跟我的境界足足差了2个境界，所以我今日必斩你，而引龙剑也必将属于我。只要我能修炼引龙剑背后隐藏的仙法，那便是逆天斩命，成为真正的仙人。咦，无药可救，死不足惜，去死吧！江北，该死的人是你！为什么？我明明是宗师境界，你难道不是武者境界？不可能！你散发的气息明明就是武者境界。我知道了，一定是他，一定是他！贼，上路吧！这怎么会？做得好！尊上护法到！尊上有旨，国师司徒霸业把持朝政，背地里勾结昆仑王，图谋大夏。20年间专权跋扈，残害忠臣，不计其数。江北拨乱反正，除掉恶贼，还大夏安定，特封护国神王。江北受旨。江北受旨。江北，这么些人，你打算怎么办？东海4大家族毁约在先，除叶家以外，全部灭九族。叶璇乞讨致死。江北，坏了本王的好事，王与你势不两立，以后本王势必卷土重来。这是昆仑王的声音。不好，昆仑王与北海之巅快要破风而出了。什么？如果让昆仑王破风而出，世界必会大乱。江北，我代表尊上，愿以半数国运做当，换取引龙剑，重新镇守大夏国运，以保大夏安危。半数国运，你想好了？想好了。血气当票，日月可见，若你为之，天地共泣。